南华潮剧社社长卓林茂先生曾是一名成功的商人，也是活跃的社区领袖。但在人生的下半场，他做出重大转折，放下商界一切，投身于潮州戏曲的传承事业。面对年轻一代对方言文化的疏离，卓先生肩负重任，他将商业管理的理念融入南华潮剧社的运营。他以退而不休的精神，为古老潮剧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。让我们一起走进卓林茂先生的故事，看他如何平衡传承与运营。我们今天很荣幸能够邀请到南华潮剧社的社长卓林茂先生。首先呢，我想请你简单的介绍你自己。我今年78岁，我原本呢是一个商人，在公众服务方面呢，我曾经是一个活跃的一个基层领袖。在12年前，2013年就退休了，我就加入南华潮剧社，为南华服务了12年。身为一个潮州人，就希望呢能够继续的传承古老的潮州文化。您在商界打拼多年，想请你分享一下你最初是怎么样接触到渔剧这一行业的，并开始您的商业生涯呢？我是出生在新加坡美之路这一带，我们的住所的后面呢就是海滩。我们这个生意呢，以渔具就是钓鱼竿啊、钓鱼线啊、渔网啊，从印尼小岛的渔民人来跟我们做生意。那么就是由于这个环境的关系，就进入了这个卖渔具的这一行。美之路的土名叫做碗店口，我们潮州话叫碗店口。那个时候呢，90%在卖 China Wear 的都是在美术这一带。那么在这个商店的掺杂里面呢，确实是有好多家卖钓鱼用具的。60年代、70年代就开始售卖一些 hobby 的钓鱼的用具。因为那个时候呢，有澳洲的军人啊，有英国的军人啊，都住在新加坡，所以呢，这些也带来了一些新的商机。社区跟我们的生意呢，都是一种机缘巧合，就是有什么机会就做怎么样的生意，把握那个机会，把营业的状况呢改变。您从经营商业公司到后来加入社区的义务工作，你所面对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？做义工跟要赚吃，如果没有某一个程度的牺牲的精神，可能呢两面就很难去兼顾。因为我差不多35岁就开始加入这个社区，那个时候我住的地方啊，我们有许多不同种族的人民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政治不稳定，那么就有一些骚乱。人民协会呢，在各个选区的议员的倡导下呢，组织了公民咨询委员会来协调人民和谐，所以就使到呢各个种族不会互相闹分裂。那么这个确实在那个时代呢，是一个关键的一个问题。那么你在南华呢，你碰到最大的挑战又是什么呢？我进入南华是在将近70岁的时候，年轻的一代呢，很少在家里讲方言许多老人家要跟子孙沟通的时候呢，都要去学英语或者是华语。在很久之前呢，年轻一代要跟老人家交流的时候呢，他们都要去学方言所以这个恰恰呢，就是因为我们社会的转变。那么在南华呢，我们是以潮剧作为提倡的一个剧种。当我加入南华的时候呢，太少人或者没有年轻朋友们来学潮剧。那么当没有人来学，那么要怎么样去传承？那么我身为潮州人，我认为讲潮州戏确实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剧种。
但是在新加坡的环境呢，要去提倡，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。那你是怎么样克服这些挑战？好像说年轻人都不说潮州话，我们必须要引进一些年轻的演员们，这些演员们呢，就带来了很多希望。我们就把他封为老师，其实他们是有演戏的经验，因为在中国地方呢，他们要上台到演戏，前前后后进了戏校，到了真正能够出台演戏，可能是要8年10年的事情。这样的资历呢，也足够了为我们传承。年长的一辈感觉到，我们有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唱，感觉也是蛮好的，也引起他们的兴趣。你在南华让你觉得最骄傲的成就是什么？特别骄傲的呢，就是我们培训了30-50个这个小朋友，从7岁到12岁，50%以上的他们都不是潮州人，但是他们对于戏曲有浓厚的兴趣，也有天分。所以我们也尽了很大的力量，就把他们带到汕头啦、上海啦，让他们去看中国这方面在培训的情况是怎么样。那么值得一提的呢，就是南华在去年推荐了一个 APP， 希望能够用科技使到更多人能够了解到潮州的文化。南华最宝贵的资产呢是什么？南华肯定的最宝贵，就是那些一直坚持守住南华的老社演员，那么还有我们资深的一些演员，到现在为止，有一些70、80岁，他们都不会把南华忘记。这个也是我们潮州人的一个优良的传统，没有忘本。我们也看到南华在你的领导之下，一直不断的蜕变。那么你是如何将商业管理的理念呢放在管理南华的营运？南华现在已经是国家艺术理事会的一个成员，那么我们每年呢都有分配到一些赞助，政府也有应用一个文化配对基金，当我们去筹钱，政府呢就有1对1的方式来资助开销啦，发展我们的戏曲啊。所以在这个环境之下呢，那么我就把南华改成为一个比较专业的团体，我们就能够展开与众不同的一种管理方式，使到呢，我们能够传播到学校办工作坊，我们到联络所、会馆、公众的地方来表演。那么不知不觉呢，在这个过程里面呢，也吸引了更多的观众来懂得什么叫做潮剧。南华这个大家庭现在是一间公司，这间公司有几位全职的职员，还有多少位会员或者是社员呢？我们是以普通的社区组织注册成为社团。11、12年前我们开始筹备改组的时候呢，因为要走国家艺术理事会所定下的一些目标，所以我们呢就把这个团体呢改成有担保的有限公司。那么同时呢，我们也申请了 IPC， 就是捐钱有扣税，那么使到更多人呢来帮忙筹钱。所以这些呢，对于南华转型发展都是一个有利的一个条件。我们的会员呢是不会超过150位，现在呢我们有的是105位。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够为南华付出，而不是呢只是参加了一个名，你占了一个名额。如果要成为南华的会员，有什么条件？是不是一定是一个潮州人？我们29位董事里面呢，大概有20%不是潮州人。我们的董事局呢，主要是为我们筹款。我们有18位全职职员，40%是我们的艺术老师。
60% 呢就是财务啊、编制啊、计划啊，更重要的就是现在我们的 social media。我相信，如果你有去关注南华，你会感觉到，我们确实做的不少。所以这些就是在不同的环境，我们就必须与时并进，去把要传播的信息传达给我们年轻人，不然的话呢，吸取的希望呢是越来越渺茫的。在你成长的岁月里面呢，有哪些童年回忆或者是街边小食让您毕生难忘？比较难忘的就是每次妈妈都带我去看潮州戏，在现在的 Gateway 这边，那个矿地，一个是铁巴萨，一个是卖鱼的巴萨。每年的7月跟年尾酬神的2个巴萨在竞争谁做的戏最好。譬如讲有兴隆河啦，有老塞托啦，有浙云啊、沙家笋啊之类的。那么在戏台的下面呢，每次都有一些美食。那么那个时候的美食呢，是5分钱、1毛钱就能够享受到很多。在求学的时候呢，那么我小学在公教毕业了，那么中学就到中正，读了不到1年，那么那边呢就罢考啦，那个时候呢，也新加坡这个教育也是相当的乱。我中一还没有读完，我父亲就不让我去读，所以我就在那个时候呢，也就辍学了。那么就晚上就去学了我们的英文跟马来文。那么到另外一个阶段，60年前吧，55年前，我的父亲的身体不太好，我就在店里面帮忙打理生意。这些都是美好的回忆啦，但是要回到那一个年代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新加坡已经改变了很多，发展了很多。你对退休的意义有什么看法？身为一个潮州人，既然我被邀请来参加南华，那么这个也是一个机缘巧合，能够做的就尽量做，不能够做的我们也做，所以大体上原则就是这样了。特别在南华也没有求怎么样的回报，就是我们尽了一份我们潮州人的情谊，来为我们潮州人的文化作为一个传承的一个目标。回顾你的人生，你有什么遗憾吗？那么如果可以有机会，你会做出什么不同的选择吗？其实我认为这个人生呢，我的家庭开始的时候并不是很富裕但是呢，都是在新加坡的发展的过程里面呢，我也学到了很多人生的知识，也交到很多的朋友。对我来讲呢，我这一生没有什么遗憾。身为一个新加坡公民，能够为国家服务，也是我的福气。你已经在南华12年，那么你对未来的12年的看法是怎样？南华现在的活动呢，已经是多样化了。那么我们应该呢，与时并进，要怎么样把南华共同的创造成为世代相传的团体？那么我们必须看未来，而不是看你现在有多风光，你就会继续的这么风光。最后呢，我想听你说一下，你有什么话想对已经退休或即将要退休的朋友们，或者是有志于传承传统文化的一些年轻人说？我要讲的是退而不休。那么在新加坡的环境呢，要传承，不管是潮剧、广东戏还是什么，是一件苦差。因为我是潮州人，那么小时候我就热爱看潮州戏，所以我有一种情感。那么我就希望把这样的情感呢，培养到我们现有的一些社员
跟我们年轻的一代，很多时候呢，你没有去爱，你就不知道这个爱的滋味。当你爱上了看潮州戏，就有这样的感觉了。好的 OK 谢谢你啊，不会谢谢你社长谢谢。南华是一个企业，不是一个人的。那么我们应该呢与时并进，需要换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做一个决定哦。那么如果认为不需要换，那么又何必要去换？